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6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3月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 183.05， 收盘价是 180.74，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 184.59， 最低价是在 177.57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负值是达到了7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收在了前一日 K 线最低的下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193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8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，开口增大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下行的走势在增强。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，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3月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那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下跌的行进中。那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低开盘，然后是收盘价是跌破了前低，也就是前一日 K 线最低。那同时它的收盘价也跌破了2月13日这根 K 线的最低，这个低点我们把它称作叫前低。对，那当日的这根生成的这根 K 线我们把它称作叫锤子线。那我们也会观察到它的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，但是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它的成交量还是比较大的。那所以说呢，在这样的一个下跌的行进中生成一根锤子线，然后成交量呢依然是带有大的成交量，那说明这样的 K 线它是一根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如果它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，这根垂线的最高也就是185和这根垂线的最低177将成为日后股价走势的重要标志。也就是说日后只有股价能够站上这根垂线的最高，才有反弹的可能。但是如果跌破了这根垂线的最低呢，我们说股价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我们再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我们调出辅助线。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3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下行，收盘价会在185附近。另外一个可能呢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195附近。实际在3月5日收盘价是在 180.74， 出现了下行。那这与我们预测的下行185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差较大，同时它的性质还有盘中的走势是完全不同的。那我们首先来看性质，就是我们预测的下行的收盘价是在185，它是不跌破前低的，也就是不跌破182的，而实际发生的收盘价是跌破了我们设定的下行的第一个目标，也就是跌破了这个前低。那目前出现这样的一个走势呢，或者这样的一个收盘价的位置呢，也就是说股价将会已经瓦解了这个短期的多头趋势。那收盘价跌破182，也就是说确认了目前股价的空头趋势。对，那么股价呢也就是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对，好，那么既然就是股价将会有进一步下行，我们先来看日后股价的下行。我们先把这个182这条水平线先删除。对，
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到股价继续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将是175。我们来变换一下颜色。好，空头趋势已经被确认，那么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75。175如果被跌破，我们会看到将会恢复自2023年12月28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上方我们会看到有头低，下方现在是底，如果跌破175将会出现底底低，那么也就是将会继续这一波的空头趋势。好，那175如果日后再被跌破，这样的一个空头趋势再继续呢，那其实我们会看到，其实175被跌破不仅是延续着2023年12月28日的空头趋势，同时它也将继续2023年7月19日以来的空头趋势。上方一直有头低，下方一直有底底低，再出现底底低呢，那么股价继续下行，我们会看到接下来的目标就是152，是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这个缺口的上沿。好，那这个位置如果被跌破呢，我们会看到股价将会瓦解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多头趋势。这是上方有头高，下方有底高。对，那么152如果被跌破，那么我们会看到下方股价继续下行的目标一定是101.81。对，也就是说要收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一波涨幅。对，好，所以我们会看到下方的目标分别是175、152和102，我们取整数。那股价下行，我们再来看，说股价要想跌破175，目前的支撑一个是这根垂线的最低，它应该是一个强支撑。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强支撑，就是180。我们来看一下月 K 线图。月 K 线图目前上方的218和下方的150是我们对2024年2月份股价的一个预测，对，是对周 K 线图走势的一个预测。然后呢，在3月份呢，就是月初，我们并没有对月 K 线图进行复盘，我们依然延续的是这样的一个目标位，也就是在3月份如果股价上行的目标收盘价依然是218，如果是下行呢，依然是收盘价会在150附近。盘中我们要关注的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，并且含有下影线的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是在180。我们说股价只要不跌破这个位置，对于月 K 线图来说，不跌破这个最低呢，那么股价将会有反弹的可能。我们会看到在2月份出现了反弹，但不足之处出现的是成交量缩。对，所以这样一来呢，接下来一根 K 线呢，很有可能会在这个地方继续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。所以在整个3月份我们依然关注的就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180。所以我们会看到股价目前收盘价是180.74，而这根 K 线的最低呢是180.06。所以我们认为180仍然是目前股价的一个我们认为是一个强支撑。对，因为股价要想反弹嘛，或者这个位置呢应该是多头要守的位置。对，所以基于这个理由，我们认为这个位置是强支撑。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，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股价如果现在继续下行呢，我们认为180在这个位置依然是也是一个支撑位。对，因为一旦股价出现的高开盘呢，这个位置一定会成为一个支撑。对，当然支撑并不是不能被跌破，我们只是说在这个位置是有支撑的。
对，好，那我们说股价在到达175之前，180和177这两个位置是支撑位。好，那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，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。股价现在目前上行的目标啊，第一个目标就是相对于目前股价的收盘价就是前高，依然是206，对，这是股价的上行的第一个目标。然后我们先把目标说完，然后206如果被站上了。现在由于是区域股价的我们走势的区域变宽呢，我们先把这两个目标删除。那超过股价站上206，接下来的目标就是265，这是第二个目标。然后呢，第三个目标就是300关口，也就是这一波起跌的 K 线，我们再加一条水平线。是在300关口附近，对，我们就加在300关口。好，这样一来，我们现在可以清晰的看到股价目前的一个走势的目标，就是现在会在175和206之间运行。一旦站上206，接下来第二个目标是265，第三个目标是300关口。好。那么我们先来看近期的股价要到达206之前，首先股价要出现反弹。那这根锤子线呢，在相对低的位置，并且带有相对较大的成交量。那也就是说，这是一个变盘的信号 K 线。那股价在到达206之前要出现反弹。而出现反弹的标志就是要站上这根垂线的最高，也就是在185。实际上，这个缺口将是股价反弹的一个强压力。对，那股价如果能够日后站上185呢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出现反弹，然后才有可能继续向上去测试206。当然，我们说在到达206之前，各条均线值啊也将会成为强压力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分析说明。然后在3月6日盘中，我们要给出一个观察位。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这根实体长红 K 线的最低，也就是股价只有在它的上方运行啊，才有可能反弹，否则会下跌。那么到了3月6日，我们给的观察线就是我们刚刚说的180这个位置。好，也就是月 K 线图当中的之前这根红 K 的最低，因为不跌破它，股价才有反弹的可能。好，那在3月6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180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会出现反弹。但是如果在它的下方运行，尤其是如果是再出现一个大幅的低开盘，那这个位置将成为压力，那很有可能股价会测试175，对，会继续出现一个下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观察180的理由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，对于多头来说，在3月6日收盘价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，因为出现的是价跌，然后较前一交易日是量缩，所以呢，股价很有可能会有继续下行的走势，在这个位置是不可以进场抢反弹的。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，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。空头目前的目标就是175和152，那么空头要守的位置就是这个缺口，还有上方的200关口，也就是这根红 K 的最高。这是空头要守的两个位置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
3月6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，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，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，谢谢大家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这个缺口，是从185到177。第二个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，是从190到192之间。然后第三个压力位是193到195之间，也就是这个区域是当日新生成的10日均线值和20日均线值在这个区域。然后第四个压力位就是200关口，是这根 K 线的最高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，就是180，第二个支撑是177，第三个支撑是175。那下方我们愿意再给出一个支撑，就是165，在这个位置。那165啊，我们取的是之前，也就是2023年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。对，我们可以把图放大，5月16日是在这个位置，也就是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这个地方出现回档之后啊，这儿有一个低点，这是一个起涨的 K 线，所以5月16日这根 K 线的最低164.35，我们取整数165，这个位置将会是一个支撑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3月6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呢，股价会出现继续下行。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一个低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181，最低下方会到达174，在这个位置。然后收盘会收在176附近。那出现这样下行，它的条件呢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81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第二个可能呢，我们给出的是股价会出现反弹。我们说这两个可能啊都是并行的，虽然我们说的时候有先后顺序，但是这两个可能是并列的，取决于它的开盘。对，那如果出现反弹，它将是一个高开盘。对，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8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187，然后收盘会收在185附近，在这个位置。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18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出现这样的反弹。也就是出现这样的反弹呢，我们认为就是我们刚刚说的是在180这个地方遇到支撑，然后会回补上方的缺口。对，好，那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3月6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